漫步其中，浪滔滔让人周汹。江湖很广吧？既叫江湖，定风雨飘零，五味杂陈。没想到庙堂很冷吧？是啊，继承庙堂势必人情淡漠，物以为艰。再来吧。好。诸行无常，过去有的，现在起了变异；现在有的，未来终将会换来。我的每一招变化，都在你的变化之内，逃不出也躲不掉。我再怎么攻都是徒劳。三法印剑，领招。你赢不了我，我也赢不了你。让我占个便宜，我们俩打成平手，如何？好。卓兄这柄剑用了好久了吧？是很久了。我不喜欢剑盾，所以每次跟人打完都得磨。磨的时间久了，就越来越薄，越来越轻。换做常人，怕是觉得不压手吧。这寻常有点名的剑客，无不亦要寻一把名器。卓兄不同凡响，谁曾想到这就是天下第一剑？名气有什么用？有名的不应该是用剑的人吗？伽罗说的对，我认为什么剑都能用，才能被称之为剑客。什么天下第一剑，胡吹大气。卓兄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头，我还是佩服的。再说了，今日遏制你的，并不是我，而是菩提院千百年的传承。我只是窥得其中一二罢。若你通达了三法印剑，我信你所说，割我如草芥。但我想，等你练完了全套剑法，与我再战一次。期待于卓兄再次切磋。一言为定。咱们。来尝尝这个，来，伽罗。谢谢。这画条线什么意思啊？卓兄再好好想想，能想起什么来？你想走便走，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。过线就废你修为。
浮屠寺？正是。你就画这么一条线，你觉得般若传人会明白你想说什么吗43年前，内务府的头等侍卫栾毅追击一个叫无双宝的香花僧，结果反被无双宝囚禁在浮屠寺。无双宝还在浮屠寺留下了一条线，从此将栾毅留在了浮屠寺中。从此，渡恶。无双宝是般若传人，是，但渡恶不可能是般若传人。他当然不是，但栾毅也好，浮屠寺的小方丈也好，都会般若堂的功夫，我领教，卓兄也领教。那当然了，当时我可是被他打得全无还手之力。那招从虚空中空手直扣命名的功夫，叫安禅智容。这是无双宝留在浮屠寺的功夫，他留下的还有这条线。所以般若传人看到这条线，就明白我们所指的地点是浮屠寺。那你是想，等我们出去之后就立刻散去，避开追踪之后再到浮屠寺会合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此事只有我们3人知晓，万不可告诉属下任何人。此时此刻，我谁也不信。你那个女人也不能知道。好。般若传人还会来吗？急什么？不管他来不来，都快有结果了，稍安勿躁。都已经这个点儿了，那就是不会来。应该是不会来。青衣信封还在吗？一直都在。好，他们动起手来，什么都不用管。明白。就算青衣信封被打死，也不用管。是。这初6就快要过去了。你说，我们是等到初7一到就走，还是说再继续演会儿啊？咱们都已经演了这么长时间的戏了，其实天黑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散了吧？这样，卓兄一会儿拍案而起，愤然离去。然后，假如你跟我假装吵几句，各自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可以。我倒是没想到他们会以这种方式出场啊！我也没想到，不过这些人看起来好像也不够打。前几天刚被我扇了一巴掌，这就忘了疼了。你怎么还打女人呢？我倒没觉得他们是人。也是。一起吧。当然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中毒了而已，其实说毒也不太合适，是药，合成药，比你们中国那些蒙汗药啊、砒霜什么的都要有效。这种药在进入人体后，大概3个小时开始发作，会延缓血液循环，同时麻痹心脏，导致头晕、恶心和视线模糊。哎，说简单点，就是你们没有办法施展你们的绝世武功。这些饭菜我们都检查过，你是怎么下的毒？啊？一个厉害的捕头，
一个内衙的神探，还有一个精通制毒的掌门，对你们3个下毒，的确没有那么容易。出来吧。戴斯，怎么？来，拿张这个，行了。我谢了。反正般若传人没有来，秘藏也打不开，这些封印你们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把封印留下吧。只怕我们把封印交给你，你也不会放我们活着出去吧？哼，还真的瞒不了你。那就不多废话了，都杀了吧。还。后面走，有车在那边接你。林老板，他用的是般若堂的功夫。你一个人来得了我们？以此为限，过线，我杀你。还不快走！他是般若传人。走，快走，走！杀了他，一个都别放过！上！过线，我杀谁！走，快！先上车再说，快，走。他不是同盟会的乱党吗？乱党也可以弃暗投明，为我做事。那他为什么穿着北洋的衣服啊？因为北洋也要干掉我们，
只有穿着北洋的衣服，开着北洋的车，才能逃出去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林老板他是波若传人了？比你们早，但早不了多少。所以今天一整天你都在演戏。我带着你们演了一天，还被人算计，这要是没演，恐怕早就死了。你是怎么知道林老板的身份的？猜的，猜对了而已。林浩涵，这段日子你也算帮了我不少，我不想看你死在泽泽居。你走吧。若是我能凑齐封印，找到宝藏，你的那一份我少不了。穆青兄，怎么说到死这么严重啊？就这么严重。穆青兄，那你一定不能死啊！我查到40多年前波尔传人叫无双宝，当年他逃离内务府的追踪后就消失了，我猜他是东渡而去。菩提院首座的遗志是将宝藏交给革命党，我想波尔传人多半也是如此。40多年的海外盘桓，他和他的传人或许早已是同盟会的人。我就是菩提传人，在浮屠寺我继承菩提传承，我已立志遵循师命，只要我得到宝藏，我就会将其交给同盟会，交给能改天换地的革命者。也就是说，若是波尔传人在此，他将是会和我能并肩浴血的战友。30年之约，他会和我一起竭尽全力夺取所有封印。若你是波尔传人，你就能活；若你不是，我只能杀了你。那都这么说了，我肯定是啊，没错，我就是般若传人。口说无凭。没错，般若传承我领教，安禅智路。想学呀？我教你啊！你要去浮屠寺？是。王星兄，停车吧，我必须要回去找我师娘。卓兄，你听我的。如今，戴斯已经投靠日本人，门内之人恐有危险。我身为掌门，必须要回去。我明夜会在浮屠寺与你们会合，这个你拿着。我如果明夜到不了，戒律封印就归你了。卓兄不怕我拿了封印一走了之？入山从此不虚身，君子庭中人不寻。洪星兄，你是君子，你我已经说好了合作，你就不会背弃情谊。停车吧。大事小事我还是能分得清的。净坛秘藏是大事，所以交给你了。门派之事，对于大事来说是小事，但对于我来说是大事，所以我自己解决。你们也不用为我这小事再生波折了。二位保重。罗掌门，大姑命案还未了结，你的命要留着，我还得带着你去归案呢。王捕头，我若未死，明夜我们浮屠寺见；但我若未到，你就当我已经归案了吧。还有一人，我大师兄于焕杰，如果你愿意卖我个人情，放了他最好。
没有龙庭剑派再多留一人。走了。你卖不了他这人情，法就是法，法网无情。不过你没回去找你那个女的，我倒是还挺意外的。我是要回去的。嗯。母亲大人，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句抱歉。如果我有达摩枫叶，此事就该给你了。可惜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你说什么啊？你没有封印，你师傅没把封印给你。怕是我师傅也不知道封印在何处。那你来福建干嘛？你没有封印，搅和什么30年之约啊？现在好了，波尔传人到了也没什么鸟用了，缺了达摩封印照样毫无希望。你从一开始希望渺茫，毫无线索，到现在已经手握2处封印，并且波尔传人已经现身，4之有3。木青大人，我相信你，一定找得到宝藏。你信我有什么用啊？你才是达摩传人。我是最没用的那个传人。封印是什么，传承是什么，我一无所知。木青大人，请恕在下无能。追寻封印的事情，只能由你一个人完成了。就算是我再没用，我明晚也会到福都寺的。卓不凡的封印已经在你手上，对于朝廷来说已有交代。大姑血案我还是要了结的。王继宝，王继宝，你要是在京城的时候就跟我说没有封印，我们俩一起去查也好过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吧？请大人恕罪，在京城的时候我确实骗了你，在下实属无奈。现在事已至此，还请大人息怒。说不定等见到了林老板，能有些新的线索。木青大人，告辞。为什么要穿成这样？你刚才跟他们解释的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让你们回去，哪想到你们又回来了？我们从来不会不管自己的同志。如果我没来，你们说不定已经被日本人灭了。林浩瀚不会有事吧？他可是般若传人，秦一信封那些乌合之众，不在他的话下。你们俩可骗我骗得真是精彩啊！我没有骗你，我也是到了黄金肉铺看到乌兰山之后，才知道你真的成了我们的同志。而林浩瀚真的是我的接头人，还是般若传人。我之前对他还那么粗暴。乌兰山在哪里？他在等我们，林浩瀚也会去那里跟我们会合。情深意，才敢提笔诉别离。悲情中暂寄于戈壁，回忆挪去你为妻，思乡时而再别离。回当初许你约定，全都实行。
未曾想舍身取义，更未曾想舍你，却是要用这此生换天地生平。我绝非两情博弈，奈何不能为继？珍藏你与我，仍不忘改天换地。要只生以我所欲难圆，以我所欲难圆。此生无怨无悔见轩辕。要知此爱此心难相守，荼蘼花开上枝头。首长们，首长们，请问木京大人？放心吧，木星大人和王家洛都没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回来之后，你们都不在了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只剩下这一地死人。不过我查了，应该都是日本人那边的。对，他们领头的呢？没在里面。掌门，这怎么回事？死的都是日本人，我去看看师娘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是成了吗？过了几夜就能成。那就好。这个贱人，没想到是个细作，趁我不备偷袭我。他是被日本人收买了，背叛了师门。我没事，不烦，事情肯定能成。过了明晚就会有分晓。师兄弟他们已经回来了，你在这继续等我。你要去哪里？不凡，钟将军要见你。钟将军，王爷女婿，北洋的将军。夫人就是应该出去了。你看这房间如此整齐，门窗也如此完好，不像是有入室劫人的痕迹啊。哎，佳洛啊，肯定不会出事的呀！啊，那嫂夫人就是应该肚子饿了，找吃的去了。佳洛，你放心吧，清理尸体的时候我都仔细检查过了，绝对没有嫂夫人。那惊疑信封和野生函呢？就是那2个领头的日本人，没有女的，全是男的。佳洛，你回去等我，我没事。都是小伤，没事。人你全部打跑了？我是丧着
你们差不多该安全了以后，我就跑了。几十个人呢，我哪有那本事把他们都打跑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让你们到浮屠寺去等我。幸好没听你的，不然等什么？等着给你们收尸啊！是他听到了钟海潮和青衣信封的密谈，说要把你们都解决了，所以才去接你们的。是乌兰山同志策划指挥的，北洋的衣服和车也是他提供的。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，搞得像审我一样。我已经亮出身份了，真打，你不一定能赢我。你们知道了，我已经不是寻常的朝廷鹰犬。那是，那都是一伙儿的，你是不是该让我明白明白？明白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。还有，别说什么一伙的，咱们现在应该叫同志。无双宝是你师傅还是你师爷？师傅，他老人家现在在东南亚，每天晒太阳盘珠子，身体很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禁坛密藏，清楚4份封印，清楚30年之约。那是当然，你们只不过是盲人摸象，坐井观天，刻舟求剑。好，为什么你是第2个接头人？你真可以啊！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，你这一个问题，我得说好多好多才能跟你回答清楚。我想想从哪儿说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当初谭仙在饭店收到字条，并且1点钟响起的那个电话，你是谁？电话那头的人就是你。随后，你为了封印的安全，就开始上演诸多巧合，一路与我们同行，并屡屡在关键时刻提供线索。包括在去福建的火车上，车顶偷听的人也是你。可我想不明白的是，你在海外，无双宝在海外，谭仙和他的父亲也在海外，30多年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彼此。如果谭仙想要将秘密交给同盟会，他可以直接在海外交给你。就算这个密藏在福建，你们也可以凑齐东西以后再回福建悄悄地找。犯得着舍近求远跑去上海接头吗？好，就算你们要在上海接头，你一个波尔传人去，合情合理。为什么又从日本找了9个不怎么懂功夫的同盟会，跑到大沽去上来？这又是个什么操作？直接坐船去上海不好吗？要知道这种事情，少一分节点就多一分安全。还有他，谭仙需要人保护，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对禁坛密藏全无了解的人？他是有多厉害？他赢得过你吗？赢得过我吗？他不厉害吗？是，他是很厉害。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他一无所知，也丝毫不会退缩和逃避，死都要往前走。林浩瀚，你们这一整个计划是个局吧？你真是选的最对的一个人。这个计划是由你师父程昱提出的。参与这个计划的人有很多，你师父、我师父，到渡厄大师，也就是栾毅，到谭仙父子，到江恨，再到我。但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人是你，门三刀。因为我是菩提传人，因为你是不寻常的菩提传人，你还是内衙第一神探。你师父和我师父都说过，辛亥年的30年之约必须成行，若不然，怕是净坛密藏就永无见天之日了。推动此事，首先就是要聚齐传人。你在狱中，就要让你先出来才行。文渊阁失窃是第一步，这一步就是诱导内务府放你出来查案。卓不凡是渡厄大师，也就是栾毅选的，选他是因为他的师伯莫坤。渡厄大师说了，如果卓不凡能为我们所用，那最好；若不能，他便超度了卓不凡。选完了卓不凡以后，江汉暗中推动让他进入了齐亲王的视野，成为齐亲王的佣兵。他的第一站就是大沽。所以这第一批接头人的信息是你们给齐亲王。
这9个人的作用，就是引出大魔传人。没人料到荣天令会直接杀了这9人，但也是因为这9人命案，穆青兄锁定了卓不凡，大魔传人也卷入其中。卓不凡说的没错，每个人都在剧中。那你在上海看到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身份？告诉你也没用啊，那时菩提封印还没拿到呢。演的可真像。我演的要是不像，你不就爆了？那这些年，你一直买卖东西，也都是你身份的掩护吧？是啊，不过这个掩护还真挺赚钱的。当然，少不了格格您这位大客户的鼎力支持。过去我不知道咱们是同志，以后你要再消费，肯定有折扣。别笑啊，真打折。算了吧你，让你赚钱，我还挺乐意的。不是我一个人啊，南阳那边进货选货，大部分都是师傅在搞，他才是大老板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恐怕不只是跑腿吧，还得到处打听线索。那是，都没耽误嘛。天才！既然菩提封印就在浮屠寺，渡恶也是局中人，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菩提封印不在浮屠寺中？不对，封印在哪儿你们都能拿到，需要这么大费周章，只能说明封印在你们无法拿到的地方。封印在我身上，净坛密藏的封印就是我的纹身。你在浮屠寺得到的秘密就是这个吧？净坛密藏封印就是南少林各首座传人纹身。所以，即便在浮屠寺，柳英得到秘密以后，你也没有现身，你是在等4封封印一起出现。不然呢？我指望你去卓不凡手里把封印抢回来。可是王地宝没有封印，般若封印也是纹身，那王地宝，这就是整个计划里面最不确定的事情。因为王地宝的师傅已经疯癫多年，谁也不确定他究竟有没有得到传承。那个林安静是你们的人？不是，应该是日本那边的，不过不重要。王地宝自己都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个女人跟着他，也捞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糟了，王地宝回啧啧居找林安静对峙了。如你所说，林安静不是你们的人，多半是日本方的人。此时青衣信封还有野上寒都在啧啧居，万一王地宝查出什么来，恐怕会出事的。他为什么会找林安静对峙啊？因为我跟他说过，我怀疑他那个女人。走，回啧啧居找他去。哎，你别待在这儿了，先回去吧。你凭什么让我回去？今日要不是你将中海朝和青衣信封的事情告诉他们，恐怕我们都已经死在啧啧居了。情报才是最重要的。回去了反而能帮我们更多，在这儿你帮不上什么忙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你先送温岚生回去，然后回到这儿等我们，等我们带王地宝回来。今夜之前，王地宝绝对不知道林浩瀚是般若传人，而且功夫还那么高。当时你也在啧啧居，怎么不敢出去跟他交手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懂功夫，我的价值也不在功夫上，而且我的价值远高于你。你在下面送死，我不会去陪你的。
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，和钟海潮达成了协议，今晚围剿泽泽居。怎么没有见到北洋的兵？门三刀是内务府，王地堡是衙门，钟海潮没法直接拿北洋的枪对着他们。能让我们毫无阻碍的去杀人，已经是他在遵照约定的。如果他知道般若传人会来，会不会改变？一定会。和钟海潮的合作本就是脆弱的，他如果知道般若传人出现，恐怕会倾巢出动来抢夺。他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时间宝贵。你回去，继续待在王地堡身边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一张牌。他没有封印，但是别人并不知道他没有封印。所以，他还是重要的人。而且，林浩瀚说不定知道如何得到封印，毕竟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传人。明白了。跟你以前那么多男人比起来，王地堡在里面算好的吗？我知道你是情报组的头牌，你的过去太精彩，青楼的头牌也不如你有那么多恩客吧。我是不如你有价值，远远不如。我想，也没有几个人能像你这样，跟什么样的男人都能谈情说爱，都能翻云覆雨吧。你很想死吗？我很想你去死。为什么你就不信我说的话呢？你只是一个有名字的人，是我温柔。你记住，我没有名字，下次再敢挑衅我，一定是死。穆青大人说你有问题，我不信。我跟他说我查过了，他说我查的肯定不对。我就是想告诉他，我查的没错。我信你，你一定没问题。刚到县衙的时候，带我的捕头曾经跟我说过，要是我对什么事儿起了疑心，多半是真如所料。我一直记着这句话，却偏偏在你这儿，我起了几次疑心，却还是信了。我早该想想，为什么我一个穷捕快，没钱，
又没权。你一个留洋回来的女子，怎么会看上我？李安静啊，李安静！你真的是和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谈情说爱？佳洛，你和别人不一样。我对你有用。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现在我已经没得选了。我骗你是真的，跟着你套情报是真的，可是我喜欢你，心甘情愿嫁给你也是真的。佳洛，你带我走好吗？你带我回大姑。我愿意离开现在的我，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，去哪里，过什么日子我都愿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不是李安静？佳洛，你还让我怎么信你？我是朝廷捕官，至死都需为其朝廷安危。你与外敌为盟，觊觎朝廷宝藏，窃取机密，损我大清，罪无可赦，罪无可赦！以大清律例当真杀！
之死，又为朝廷生出太平。见过钟将军。钟将军，卓不凡是。一无所获。将军既然等到此刻，也应该知道布尔传人并没有出现。那不还是一无所获吗？若只看结果，的确如此。行吧，我知道你也尽力了，我不怪你。不过，你也不要再想拿什么赏赐了。把封印还给我吧。封印此刻并没有带在身上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居然就放在客栈？于焕杰，将军，一会儿去把封印取回来给我。遵命。那将军，是不是没什么事要我做了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将军小心！不凡，走，走。将军放心，我定将卓不凡除掉。给我追！记得把封印给我拿回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掌门呢？你们把掌门怎么了？松手！掌门，老子就是掌门。跟着卓不凡有什么好的？吃不好住不好，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。他武功再高又怎么样？能让你过好日子吗？跟我可以过好日子，而且其他弟子都已经做出了选择。于焕杰，你把掌门怎么了？我让你就知道跟卓不凡叫掌门。我家的钥匙。待我将卓不凡缉拿归案，为朝廷保住净坛密藏之后，咱们就回来，在这儿好好过日子。你要想吃什么菜，我就给你在院子里种；你要是想吃肉呢，我就给你养猪、养鸡、养鸭。
存清大人不在了。母亲啊，从此刻起，你要听从我的调遣了。此行出发前，存心大人曾给我下过一道死令，在我完成任务回京之前，任何命令都是无效的，无论存清大人生死。不错，是存清的性子，他确实会下这么一道死令。可是穆青啊，现在你要是还听从他的指令，一切将毫无意义。龙镇李炯，征时忆乾坤。今日是初七，5月初7，芒种马上就要到了，只剩4天了。王爷不应该在京城忙着起事吗？怎么，这乾坤不易了？起事要的是事，不是时。早几天晚几天不重要，着急的是大清，我不急。穆青啊，从现在起，你为我效力，我肯定比存清要给你的多。他是个什么呀？他能给你什么呀？你先接了存清内大臣的位子，之前治罪的时候降为的镶蓝旗，直接抬入整黄旗。半年之内，我再提你一品大员。一品很关键呐。一品大员，你就跟乌兰山门当户对了。自12年前，我就接纳了你这个女婿。你是刚硬的人，不是没有眼界的人。你知不知道，存清临死前一直为自己能以朝廷最体面的方式了结而感到骄傲。我告诉他一句话，他彻底的坍塌崩溃了。我告诉了一个他不为所知的事实。载沣跟我说呀，立宪太慢太难，阻碍重叠，还说载期啊，斩乱麻须锋刃，乱世需枭雄守笔。我政变之事，其实载沣一直知道，他从没有阻挡我，甚至在暗中推动我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这才是带大清走上强国之路的，虽然野蛮，但是最快的方式。甚至他希望我尽早的能完成这件大事。我要用你，是因为你有才；我要接纳你为婿，是因为你有厚德。我给你承诺，不是为了收买你，你还没有什么值得我收买的。穆青啊，一个新的王朝需要栋梁，你可为之。你好好想一想。穿过这片林子，我们想办法雇辆车走。等一下，这样咱俩谁也走不了。你听我的，你自己走，别管我了。我先走，你怎么走？卓不凡，10几年的都是我跟着你，只有今天是我能带着你走的。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会陪着你。我们一起走，没什么可怕的。
我13岁到荣天，别人欺负我，是你一直护着我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又有师兄想占我便宜，是你把他们都打走了。那时我就认定，这辈子我都要跟着你。但是你师父让我给他冲洗，我就想着，只要你说带我走，我就跟你走。但是你师父，你没有办法。后来你师父死了，我带着这个面纱当你的师娘。我知道我是个累赘，可是你从来没有抛下过我。霍锦，我永远都不会丢下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浪迹天涯。我们一起浪迹天涯。等你伤好了，你还是天下第一剑客。没有余幻界那些人，没有荣天那些拖累，我们能活得很好。你撑住，你撑住，我们就快走出去了。周不凡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给我撑住。